还记得我这盆三角梅吗？当时长疯了，这条长到好几米长啊！我给大家做过视频，我说，哎，大家怎么修剪，怎么促进让它开花？但是好多话说，你怎么不去操作？我怎么操作？它长枝条，你知道这一棵我修剪了多久吗？我修剪了1个多小时，我去录个1个多小时视频给大家说嘛。我只是把修剪的方法教给大家，但是呢，最终修剪成啥样，给大家看一下。你看，现在整个修剪的枝条光秃秃的，你看没有叶片了。有的话说，你剪这样不剪死它了吗？那不可能啊！谁说要剪死它？剪死它，我养它的目的是啥呢？养了多少年了，剪死就不好了。而且它的根都长到地下了。你看整个花盆我掀起来以后呢，它底下都没根了。当时花盆推都推不动，现在呢，花盆都整个能晃动了。把底下的根切断，把枝条修剪完了，不会死掉。说过方法。现在这种状态呢，有好多话说应该怎么操作？你看它现在上面已经长出新芽来了啊。它长出新芽，证明它花盆里有根，它主干里有养分啊。只是说叶片会轻微打蔫，现在又没保留多少叶片，它又不会消耗太多的养分，枝条也没保留太多，它只会缓慢的恢复，然后从枝条上长出新枝来啊。但是呢，这个枝条非常多，长出新枝来以后呢，我们要记住，你看整个枝子冠幅，你看到了吗？它在内部啊，这个枝条里边的这些芽子，我们用手直接抹掉就行了。因为它这枝条长出来以后，上部再长，中间也在长，但是上部长的枝条会把内部遮挡起来，内部这枝条由于光照遮挡，它即使长出来也会比较细弱啊。长出来以后呢，比较细弱，它上部又遮挡，见光又不充足，这些枝条内部的枝条就不开花。所以说，把底部、内部枝条上底下的这些芽子全抹掉，只保留顶端的一些芽子。顶端如果说一根枝条上长出10根、20根来，我们可以适当的抹掉一些，然后呢，或者是让它长看着比较粗壮的保留，枝条长得长度比较一样的保留，然后呢，把它放到光照充足的地方去啊，然后呢，让它去生长，长好了以后再去塑花。但是呢，我这样修剪完成以后呢，由于我棚里已经拉上这样网了，整个夏天几乎是见不到花了。如果说我搬到外边的话，能够正常开花，但是在棚里不开花了，我只需要它缓慢的恢复，然后长出新枝就可以了。所以我只需要在它盆土表面撒点缓释肥，保证土壤中有养分，它的新根能够长到土壤当中去，然后它去缓慢的长枝条。等到秋天的时候，我再用上一次磷肥，比如磷酸二氢钾去喷灌的话，那么它就会从枝条的顶部不断的往外冒花苞。啊，当然了，如果说，哎，您那边是在室外养的，现在修剪完了，只要看它冒新芽了啊，新芽一冒出来，接着使用磷肥，用磷酸二氢钾去直接喷加浇灌，一般10天左右一次，放到太阳底下去，它开花是没有问题的。因为现在夏季全日照的情况下，光照非常强，见4到6个小时足够了，这样就能够开花了。但是我这边只用缓释肥就行了啊。如果说好的话就说，你为什么要用磷酸二氢钾呢？因为它前期的时候只长枝条，它的主干里边储存了很多氮元素，不影响冒芽。用磷酸二氢钾的目的就是促花简简单单、轻轻松松，2棵都修剪完了。然后那些开完花也会按照这种方法修剪。有好多话说，修剪的时候不敢修剪，怕修剪剪死。今天给大家看的这个状态就是这个例子哈，你们去剪就行了啊，只要通风好，只要别缺水，只要光照充足，三角梅养不死。学会了吗？学会了，别忘给小鸡点个赞，点关注再走。